那我现在呢是把这款车停在了一个山坡上，可以看到下面还有别的媒体老师在拍。为什么停在这儿呢？是因为这样风景特别好，远处就是雪山，而且今天天气很好啊，就是这点风有点大，可能待会儿收音会受点影响。那说回到这款车啊，整个车的外观非常明显这种拉力风格，非常的硬派，很干练。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外观风格就是它很多的细节组成起来的。这款车其实好多地方都是很有亮点的。首先这款车车架，它是一个全新开发的一个车架，采用的是一个摇篮式的车架结构。很多越野车其实都是采用这种摇篮式的车架结构。它的主车架呢是分体式的摇篮车架，就是说它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螺丝，包括换挡杆后面也有螺丝哈，这个地方是可以去单独拆卸的。比如说你越野的时候磕到这里变形了，是可以单独更换，方便你去维护。那副车架呢是一个编织车架的一个结构，同时可以看到2个螺丝点位，当然对面也有，也是可以拆卸的，方便你后期的去维护和修整。那其实整个车架它的材质呢是使用的20铬木钢的，这个材质是和790是相同的，既保证强度也提升了轻量化。主车架加副车架整体的重量其实只有16.5公斤，算是非常轻的了。那说完车架部分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车头啊，现在这款车是一个低档泥板的一个设计，它还可以选装这个高档泥板，而且这个选装的是免费的，你在买车的时候可以提前说好是高档泥板和低档泥板，这个涉及到它的这个合格证的问题。换上高档泥板之后，我们特德里也有这个整个的风格就会更加的拉力，更加的野性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车头啊，大灯我觉得设计的也非常的硬核啊，中间是行车灯，上下是近光灯跟远光灯，然后仪表这里明显就是一个拉力头的设计，而且它下面还有充电的接口，一个 Type-C 和一个 USB， 是18瓦的，充电的时候能稍微快一点。然后上面呢也有一个支架，方便你去拓展设备使用。我觉得这个车头设计最有意思就是它单手可调的风挡，非常的轻松调节起来，调节幅度有50毫米。虽然这个原厂风挡比较小啊，这个起不到什么挡风效果，但如果你换一个大点的风挡，这种单手可调的设计，在你骑行的时候调节会非常的方便。那减震系统方面呢，这款车前后采用的是 KYB 的减震，那前后减震的行程都是有200毫米，算是一个比较长行程的一个减震了。那前后减震也都是全可调的，预载和阻尼都是可调的，尤其是后减震啊，它设计的也是非常方便你去调节，而且它随车工具里呢也是带有这个调节预载的工具。长行程的减震配上前21后18的这样一个大轮组，让这款车的最小离地间隙呢达到了220毫米。原厂呢座高呢是820，听起来很高，但实际上你感受下来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个座高并不高，是因为它坐垫这一块收窄的非常的明显，所以你落腿的时候还是非常轻松的，并且厂家也考虑到了个子不高车友的一个需求，调节后减震的一个螺丝啊，在这个后减震的多连杆的这个位置就能够再降低20毫米，座高来到800。那这款车它的制动系统呢，采用的是一个前面对向4活塞的卡钳，西护的卡钳配一个单盘的设计，后面呢是一个单活塞的卡钳。那虽然看似有点单薄，但是对于越野来说是完全足够了，并且如果你要配双盘的话，这个簧下质量还是会有一定增加的。这款车还有一些小细节啊，能够体现出这款车偏向越野的一个特性啊。这款车的后视镜啊，这是一原厂后视镜，它是可以去回收的，可折叠的后视镜，在你非铺装的时候，收起来，即便倒车了，后视镜也不会有所损伤。还有就是它的后挡杆啊，脚踏这块的这个橡胶已经拆掉啊，那后挡杆这块呢也是可折叠的一个设计。当然后刹车也是，都是考虑到了这个非铺装的一个使用的场景所设计的。最后呢，还要说一下这款车的发动机，因为这款车的发动机虽然外观上和450家族使用的这个发动机是一模一样的，但是内部还是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。这款发动机在这款车上进行了重新的一个调教啊，这款车它的功率要比其他的450车型要小一点，它的功率是32.5千瓦。那牺牲了功率换来了更大的扭矩，它的扭矩呢是44牛米，功率和扭矩的出力的转速都要大幅度的提前。那它的最大扭矩6250转的时候就可以爆发，并且在5200转到7200转之间呢，
能够维持40扭矩以上的输出，这样的一个扭矩输出甚至比450 CLC 的那个扭矩还要大。同时呢，它为了让这款车这个低扭显得更强，那其实它在油门这块也做了一个这个小的调教啊，算是一个小心思，它把油门的行程缩短了一些，当然没有缩得特别短啊，这样呢让你一拧油就有这种很猛的感觉。那这款车的仪表呢，依旧是5寸的这个 TFT 液晶仪表，这个仪表应该是很熟悉了啊，450家族都是用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仪表，但是它的 UI 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设计，有2个 UI 的一个界面啊，现在这个叫极焰，那这个叫涡力，其实我个人更喜欢第一个，看起来非常的清楚，转速啊、时速啊、档位很清楚。那同时这款车呢还配有可关闭的后轮 ABS 以及可关闭的 TC， 它 ABS 的按键就在这里，长按是关闭，短按呢是打开。那 TC 呢就需要去2级菜单呢进行调整了，在这里 TC 的关闭和开启。那所以车架是全新的，发动机是全新的，再加这些全新的配置，这款车真的不是一个换壳车，它和 450SR、450K 包括 450CLC 都不一样。那这天体验下来之后呢，我发现啊，整车的这个原厂坐姿其实更照顾身高1.8米以下的车友。那身高超过1.8米的，强烈建议你选择这个870的后视掌坐垫，因为它的支撑性更好，而且更软、更舒服，腿部空间呢也更充裕。而且你会发现，即便是870也没比820高多少，因为它的坐垫很窄。那站姿方面呢，这款车它原厂站姿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1.8米以下的车友。那1.8米以上的车友呢，可以调整一下它车把这个角度，把它调的再立一点，这个站姿呢会比较的舒服。那这几天我们试下来发现呢，这款车虽然它很硬核，很多的这个配置都是针对越野来配置的，但实际上它在公路上跑起来也很舒服，很稳。有些高速的时候，车头没有明显的晃动，这对于一个前轮21英寸轮毂的这个车来说，确实很难得。而且只要你减震调整得当，在坡状路面上也有很好的这个支撑性。那同时在高速的时候呢，这款发动机的震动抑制真的非常不错，即便是这个速度很快啊，100以上，它的这个震动也非常的小。那对于这款车来说啊，我觉得能有这样的一个公路表现，算是很难得了。当然，这款车啊，还是在非铺装路面上更好玩。真的很轻巧，虽然说这款车它的干重175，但整备质量也接近200公斤了。你在非铺装路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辆车操控起来一点都不重。那配合这个大扭矩的这个发动机和短行程的油门，你能在非铺装路面玩得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爽。那之所以在越野中表现出色呢，除了出色的动力和这个大轮毂之外呢，就是这款车的减震。这款车的减震越野时能吃得住，尤其是连续颠簸的时候，这套减震表现非常好。车把打手的感觉很轻微，前轮也不会有过多的摆动，在非铺装路面上高速行驶时也很稳定。即便是在乱石路面，这款车也有很好的循迹性。因为这款车骑起来非常的轻巧灵活，你也敢去尝试一些硬核的越野。那一些很窄的林道呢，也能轻松通过，甚至我们在雪地里，这款车也能控制得住。虽然还是滑，但总体可控。一款 ADV 能做到部分越野车的功能和驾驶感受，可见这款车的硬核。即便是高海拔，现在海拔有3100多吧，它的动力有所衰减，但是在非铺装路面上还是能够感受到它的这种低扭的强劲。而且骑这款车在非铺装路面上能让你非常的自信，敢于去摸自己的这个极限。我觉得这款车真的亲自去试一下，去体验一下，才知道这款车的乐趣。当然这2天也发现了这款车的一些小问题吧。首先就是这款车它标配了护手，但是呢这个护手很脆弱，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上了科技来去固定护手啊。这个护手只要稍稍原地一倒车，而且还是慢慢的倒，它就很容易折。这款车其实后市场你可以选装这个上下护杠，它是分开卖的。我强烈建议大家去选装这个下护杠，因为可以看到它虽然配了这个发动机的下护板，但实际上它发动机的侧面是没有保护的。倒车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几率，这个发动机的边盖是直接磕到地面上的，意味着原厂状态下这个发动机侧面的保护做的并不是很充分，所以加上这个下护杠是非常有必要。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发动机下护板有点小，你也可以选装更大一点的，就是两边也是金属的这个发动机下护板，能够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。
那最后呢，我想说一下这款车的油耗啊，这款车配备了17.5升的油箱，我们这2天啊又是高速又是城市又是越野，它油耗其实有点高，表显平均的油耗是4.6升。我觉得如果正常骑的话，在4.23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还有就是我觉得这款车它配有这个3厢的选配嘛，但是我觉得一款拉力风格的车配这个边包可能会更好看一点。那对于这款车定位呢，我觉得绝对是属于硬派 ADV 那一类的。如果把公路和越野分开的话，60%越野，40%公路，甚至70%越野，30%公路，我觉得都是可以的。那我觉得呢，这款车它越野方面还是有潜力的。我的技术有限，我摸不到它越野的这个极限。相信啊，如果你真的喜欢越野的话，骑上这款车肯定能够感受到这款车越野的一个乐趣。那我看到很多人把它和这个赛克龙 RX600这类车型去对比，那其实呢，这2类车不是一类。非要找同类的话，我觉得无极的300GY，川崎的 Versys 300算是和这款车是一个同类。当然，这2款车呢都挺小众的，不知道450 MT 能否让越野、让拉力风格流行起来。所以，如果你摩旅的时候喜欢硬核的、刺激的、野性的，喜欢跑乱路，那这款车绝对适合你。而且，我觉得这款车最值得推荐的点不是它的越野性能，你看它的外观，这个越野性能赢不了人。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的点是在它有出色越野性能，同时还能有出色的铺装路面表现，很优秀的一款车。那虽然现在价格还不知道啊，但是我觉得大概率要3开头了。2天的活动结束了，我们也迎来了雪山晚霞。